Hello，大家好，我係 Coach。今集嘅題目係教養兒童獎勵嘅三個負面影響。有冇搞錯啊？獎勵唔係一個正面嘅行動咩？點會帶嚟負面嘅影響噶？其實好多獎勵呢，喺不自覺嘅情況之下，可以變為係用糖衣包住嘅惡果，成全咗好多負面嘅影響噶。今集我睇下三個獎勵嘅負面影響，有冇你嘅影子？又或者有冇其中一啲係你童年嘅經歷？肯定大部分嘅父母呢，都以為有獎有罰、公正嚴明先至係教導子女之道。佢哋深信獎勵同埋懲罰呢，就好似紅綠燈一樣咁樣，可以俾孩子一啲清晰嘅對與錯信號。但係大部分呢啲嘅父母都係其實佢哋將事情簡化咗，以為教育就好似訓練寵物一樣，明確指示、獎罰分明，必會傳遞到信息。學習被認為必須用獎勵同埋懲罰呢個咁嘅方法呢，背後嘅理論係叫做行為取向嘅學習。大部分嘅家長同埋老師實在係太高估咗自己啦，忘記咗自己對教育、人類認知同埋心理呢啲嘅範疇課題呢，其實都係一竅不通㗎。所以未有正式認識關於獎罰呢個概念背後嘅效果同埋影響之前呢，胡亂咁去使用啊，結果好心做壞事，弊多於利。Coach 喺今集會為你講解三個獎勵嘅負面影響，又會同你分享四個自己親實嘅故事。提提你訂閱 Coach 教育頻道，俾 like， 社交媒體分享，多謝支持。哈佛大學心理教授 B.F. Skinner， 佢係研究行為取向學習理論嘅先驅。佢通過動物實驗發現行為會因為立即性嘅後果而改變，即係根據獎賞或者懲罰咧會收到預期嘅效果嘅。佢最出名嘅一個實驗就係將老鼠咧撳啱呢啲掣咧就會有食物，如果撳錯咗一個掣咧就會有電流。咁好快老鼠就會學識只係撳有食物流出嗰個掣啦，並且重複做以得到更加多嘅食物。呢個就係刺激反應，跟住收到預期嘅後果 （stimulus response） 同埋 consequence。呢個亦都係叫做條件反射 （operant conditioning），係一種有效嘅信息，係根據聯想嚟到學習到嘅 associative learning 呢個嘅基礎。即係話一個人同埋動物呢，通過刺激同埋獎勵就會學習到將兩件事情之間嘅因果關聯起一齊。動物好快就會理解到做出邊一啲行為會有好嘅後果，做出邊一啲行為會帶來唔好嘅後果，所以條件反射成日用喺訓練動物上面㗎。Skinner 成功咁訓練老鼠同埋白鴿啦，得以鞏固咗呢個行為主義 behavioralism， 直至到20世紀中期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學說，影響住訓練動物、教養兒童，甚至係作為教育嘅一個基本手段。由於呢個學說嘅弊端呢，就係忽略咗人嘅動機啊、思維嘅重要性。咁佢研究呢係以動物為實驗噶嘛，人類嘅社交活動嘅影響，同埋人類擁有比動物更高嘅智慧、更複雜嘅認知能力，呢啲呢都係冇辦法容納到嘅。Behaviorism 將人類視為只係被動嘅生物，所以喺現代教育呢已經係一個被垂棄咗嘅簡陋同埋封建觀念。只不過極大部分嘅家長同埋老師係懵然不知，一廂情願咁繼續錯落去啫。講到呢度，令 Coach 諗起一個真人真事。有一位大學生呢，佢剛剛收到 department 俾佢嘅獎學金，咁喺學校嘅走廊度呢，就接受同學嘅恭賀啦。嗰一位高貴嘅同學呢，見到 Coach 行過，就大聲咁話啦：切，都唔夠我買手袋。即係話呢個獎學金呢，價值太低啦，遠遠唔夠佢用嚟買適合佢身份呢啲高貴名牌嘅手袋。呢位學生呢，當然係 Coach 認識噶啦，佢亦都係成日咁樣找緊機會呢去串下啲老師嘅。佢以為藉着咁樣可以抬高自己嘅身價，其實市井嘅品味從來都係唔知道呢，有好多人對於名牌手袋係冇興趣嘅。第一個獎勵嘅負面係鼓勵不擇手段，對於點樣去學習係冇必然嘅貢獻㗎。太過高估獎勵嘅效用啦，有時候呢，好多時候會忽略咗學習係一個過程，需要有多方面嘅能力同埋技巧先可以達成目標㗎。過分依賴獎勵呢，就只會鼓勵學生只看重結果，忽略過程。當獎勵被過分吹噓，日積月累，只會錯誤咁樣傳達咗，只要達到結果，取得獎勵便成功啦。
教育嘅意義在於學習，點樣去學習 ，learn how to learn， 呢個先係教育嘅意義同埋挑戰所在。好多父母甚至老師都認為獎罰分明係教育必然嘅方法。究竟係唔係所有行為都可以用唔同嘅獎罰去調教出嚟呢？之前提過行為主義 behaviorism 係受到現代教育嘅垂棄噶，因為現代心理學認識到人類嘅情緒同埋內在嘅思想呢係好複雜好多樣化噶，所以人類係唔會好似被關在喺動物園裏邊嘅動物咁樣任人魚肉。可惜好多家長同埋老師自以為已經掌握到訓練動物嘅竅門，結果產生咗厭倦或者害怕讀書嘅下一代。Coach 記得以前幫細路仔小一報名喺一間直資嘅超級門名校門口，一路排隊排到入禮堂嗰度交表格。喺禮堂嘅台上面擺設咗好多金碧輝煌嘅獎杯，並且刻意咁樣用射燈投射喺獎杯上面，令佢哋綻放出刺眼嘅光芒。呢一間學校嘅獎項特別多，想當年佢學校嘅網站第一頁嘅 landing page 呢，並唔係介紹學校啊，而係只係一份純粹羅列出所有學生嘅獎項清單。其實學校擺設獎杯獎狀咁都係理所當然嘅，但係故意將獎杯櫃搬到去禮堂嘅台上面，用射燈向獎杯射住啦。呢個舉動證明學校嘅價值取向同一般學校係完全唔同嘅。好明顯呢個獎杯櫃呢，擺喺個台上邊成為一個 fixture 呢，真係極具創意嘅。當時 Coach 就想象到學生坐喺個禮堂下邊觀眾席，每日嘅目光只有向台上仰望嘅時候，就被呢啲獎杯刺眼嘅光芒洗腦。諗到呢一幕， Coach 就決定放棄報名，好過過分咁樣去追求呢啲嘅獎項。學習嘅過程被輕視咗，所以之後即使收到學校嘅邀請面試， Coach 都放棄咗，冇出席到。呢個就係所謂話 a means to an end and what is an end in itself。 如果事物係有助於實現特定嘅目標，咁佢哋本身呢就會被認為係工具價值 instrumental value。 相比之下呢，如果內在價值 intrinsic value 本身呢就已經係有價值同埋可取嘅話，佢係唔需要依靠外在嘅刺激嘅。獎項成日都係用咗個工具去鼓勵學生達到學習嘅目標，不過其實學習本身嘅價值就已經足夠啦，唔需要加插一啲無關痛癢嘅工具。過分褒獎目標嘅工具價值啦，最後工具變為目標，甚至令到真正嘅目標失去咗意義嘅。大部分人可能都會覺得 Coach 吹毛求疵，但我從來都冇後悔過，亦都好驕傲咁將呢個故事話俾我嘅細路仔聽。努力求學就係為咗獎杯咩？難道努力就唔會失敗噶啦？獎賞係咪必然嘅呢？咁如果努力咗仍然得唔到獎杯，咁努力係咪就代表冇意義呢？如果大家記得有一集我提過嘅父母就係孩子嘅將來，就係呢個意思啦。稍後我會再解釋咩係 motivation。 Coach 第二間放棄報名嘅直資學校呢，亦都係相同嘅原因。喺親身遞交報名資料嗰日， Coach 又喺學校門外排隊咯。今次睇到前後左右嘅家傭姐姐就拿住厚厚嘅學生 profile， 每人都有2-3寸厚嘅資料遞交噶。試想呢啲報名嘅其實只係一啲4-5歲嘅幼稚園學生，所以佢哋嘅資歷點會有幾寸厚呢？恐怕連佢哋嘅父母都冇咁樣巨細無遺嘅資歷可以呈交。嗰日 Coach 就目睹校工用好多生過紙箱載滿學生家長交嚟嘅幼稚園生 profile。 Coach 覺得呢一啲係本末倒置嘅文化，冇教育意義。咁呢個同每日強迫學生仰望台上邊耀眼嘅獎杯，都係同樣 a means to an end becomes an end in itself。 學習只求結果，不求過程，甚至不惜吹噓造假，因為唔想自己嘅子女同呢啲理直氣壯去堆砌大話嘅怪獸家長，同埋俾一啲鼓勵家長堆砌大話嘅學校喺嗰度去教導我嘅細路仔度過童年，所以就放棄咗申請，冇遞交到本來準備到嘅 profile， 我就離開咗學校啦。第二個獎勵嘅負面就係鼓勵追求外在嘅動機 extrinsic motivation， 就會忽略咗內在嘅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 其實動機係多樣化嘅，可以係包括咗接受挑戰啦、追求目標、個人發展、增進力量、尋找機遇、考驗決心等等。獲得獎勵呢，只係其中一種，並非係唯一嘅動機嚟嘅，亦唔係一個最理想嘅動機。
reward 獎勵，並非只係會產生一啲正面優良嘅結果㗎，所以對於兒童嚟講呢，並唔係一個完全嘅正面教導手段嚟㗎。獎勵其實係一種改變行為嘅手段，所以可以係正面，亦都可以有反面嘅影響㗎。尤其是獎勵長期嘅結果，往往衍生出助長到某一啲嘅價值觀。例如當默書滿分嘅時候，就會獲得遊戲嘅獎品。咁呢或者係玩遊戲嘅額外時間。咁呢啲遊戲獎賞呢，變為努力嘅目標。不知不覺中，其中個 causal effect 咧嘅賓主關係呢，可能會轉換咗。本來以為俾獎賞細路仔，令佢哋明白應該努力溫習默書，但係結果變為點樣可以獲得遊戲獎賞係目標。不知不覺將努力溫習默書貶低為一個手段。Coach 認為人生係有好多考驗挫折㗎，亦都好多壓力要去懂得面對。唔係為咗贏取獎賞或者勝利，而係需要接受挑戰同埋能力嘅考驗，通過訓練過程提升各方面嘅學習動機同埋鬥志。所以參與考試、比賽等等都係可以作為一個推動力，定出明確嘅目標去努力，喺過程中學習取勝嘅滋味，同埋知道點樣處理情緒等等。反而結果勝敗所得嘅分數，呢啲除咗有參考價值之外，其實冇太大嘅意義㗎。所以家長或者學校無需要再用獎罰去褒貶或者去展示任何嘅教訓，呢個完全係本末倒置，只會親手抹殺咗學習嘅動力。換句話講，教育係需要灌溉內在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 就係從個人內心發出對於任務本身嘅興趣同埋享受，所以滿足嘅係發自內心自我生成，無需要靠第三者嘅認同或者牽制㗎。外在嘅動機就係 extrinsic motivation， 係其他人俾予嘅鼓勵同埋獎項。完成任務之後呢，就會產生一啲後果啦，係必須受到別人嘅認同同埋允許先得到嘅，而係唔係任務本身能夠產生嘅內在滿足感嚟嘅。可憐嘅係失敗嘅教育制度或者父母無知嘅獎勵之下成長嘅學生呢，喺年幼時候早早已經失去咗呢啲內在嘅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要重新揾到發自內心嘅學習動機，可能係好多年之後嘅機遇，又或許佢哋只會將呢一種扭曲、缺乏學習動機嘅心態傳到去俾下一代。於是就帶出第三點獎項嘅負面影響，就係被外人附加諸於一啲不實嘅自我形象同埋固定心態。第三間 coach 放棄咗個頂級直資名校呢，就係因為佢哋玩弄學生嘅自我形象，將學生喺禮堂嘅座位呢分成左右兩邊坐，一邊係有贏取過獎學嘅學生，另一邊係冇贏取過獎學嘅學生。咁好明顯呢，佢哋要傳遞就係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利用心理戰術嚟到培養年幼嘅學生，以勝負嘅方法嚟到互相排斥，勢不兩立嘅手段呢係極為卑劣庸俗噶。因為佢哋呢間學校呢係一間小學嚟噶，喺 coach 眼中呢，呢啲係反教育嘅扭曲鬥爭手段。另外喺呢間被稱為神校嘅網站呢，佢介紹佢課程嘅特色就係咁嘅，強調自己所有嘅科目全部都係用高一年級嘅教科書。原來學習更深入、更廣闊嘅知識，就係以高一年級嗰本咁嘅教科書嚟到衡量嘅啫，真係超級腦殘啦！咁呢間亦都係 coach 放棄咗跟進報讀嘅另外一間超級名校。回想起十幾20年嚟啦，無論係校內嘅默書測驗考試啊，或者係校外公開比賽啊、考試等級啊等等，無論係勝敗輸贏、高分低分、合格與否，coach 從來都未試過俾任何一個嘅獎項或者懲罰，真係一次都冇嘅，幾誇張。喺我屋企裏邊呢，讀書同埋學習呢，從來都係冇獎罰分別嘅。咁冇獎罰，咁孩子仲參加啲比賽同埋考試嚟做乜？Coach 嘅細路仔當然唔係不食人間煙火，所以佢哋從來都有參加考試比賽呢啲嘅考驗噶。例如係1年級嘅時候呢，已經同佢報咗呢個 Cambridge English Test 嗰個 Starter 嘅考試，2年級就考咗 Movers，3年級考咗 Flyers 試，呢啲都係細路仔版嘅 IELTS。
就包括咗讀寫聽講啦。咁呢個 Flyers 嗰級呢，係其實去到 Chef 嘅 A2 嘅程度噶。咁另外呢，喺幾集 Coach 都提過啦，入大學呢係需要考到 B2 啊，即係 IELTS 嘅6.5左右噶。咁 Coach 呢只係買咗啲練習俾細路仔屋企做咗一年嘅 starters 啦。咁佢連答案呢寫喺邊個位呢都係唔識嘅嗰陣時候。咁亦都課本有好多圖畫。咁最初呢，我仲鼓勵佢游顏色，咁啊游到本練習簿呢好似玩遊戲咁樣花哩碌。咁點解咁年幼就俾佢嘗試考試呢？都係因為鼓勵佢明白到英文係學習嘅語言，呢一關一定要盡早以輕鬆嘅方法學好。所以呢，佢喺中午嘅時候呢，我都係買咗一本 IELTS 嘅練習，考試之前做咗1個月，咁就去考啦。咁其實呢，呢個就係好年幼嘅時候埋下咗學習嘅種子嘅。重點並非考試成績，而係學習過程同埋語文嘅重要性。英文要成為學習工具，而唔係學習嘅障礙。所以點樣去學好英文，而並非英文考試得到咩成績，呢個係過程重要過結果。第一次帶佢去金鐘 British Council 考完呢一節嘅會話嘅時候呢，我就話俾佢聽，我帶你呢俾一個獎勵你啊。咁當時佢係一個小一嘅學生啊，同佢介紹有個公園，好神奇咁樣行出去呢，就唔會整濕嗰啲衫嘅，行咗去個噴水池裏邊。點知原來佢喺考會話嘅時候，已經喺窗嗰度望到外邊，仲話俾我聽嗰個噴水池係圓形嘅。咁呢個考試嘅獎勵呢，有啲特點吓，我係希望佢有啲正向嘅思維啦，勇敢接受挑戰，並且考好成績呢，就會得到呢個非物質嘅獎勵啦。因為呢，成績唔重要㗎，係努力準備完考試呢個過程呢，已經係好重要，完成值得獎勵噶啦。而第三樣希望佢得到嘅教訓呢，就係英語能力呢係重要一個學習工具嚟噶。咁嚴格嚟講，考完試去公園玩陣呢，係放鬆下，強化整個過程嘅正面性，一個 positive reinforcement，並唔係一個咩真正嘅額外獎賞嚟嘅。咁究竟呢啲初小嘅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Test 有咩獎賞？幾時嚟到呢？咁就頭先我講嘅收割期呢，喺8年之後，咁就係 Coach 嘅細路仔去到中五嘅時候，知道要準備 IELTS 英文試用作報讀學校啦。咁就好似多年前一樣咁，買咗本 IELTS 嘅練習俾佢做。考試之前2個月到啦，佢自己做完之後呢，就話準備好，咁就自己報名，一次過呢，就考到8分。咁當然根據 Coach 嘅一貫作風咧，係唔會有獎勵啊或者慶祝嘅，但係憑自己嘅努力得到優秀嘅成績，先至係自己真正嘅獎勵嘛。第4個真實嘅故事咧，發生喺孩子嗰年3年級參加朗誦比賽，孩子咧好僥倖咁得到冠軍，同校都有一位參加嘅家長喺賽後咧就帶埋細路仔嚟到問我哋係跟邊一間朗誦訓練學校報讀嘅。咁我就話俾佢聽，我哋淨係屋企自己練嘅咋。咁點知個家長聽完我呢句咁短幾個字之後呢，就即刻黑起塊面，一聲都唔回答，就掉頭走。咁對於呢一位家長突如其來嘅憤怒呢，我嘅孩子都感到好驚訝。但係佢小小年紀都懂得話俾我聽，個家長竟然完全唔相信我哋嘅答案，以為我哋係吝嗇分享朗誦學校呢個秘密武器，感到被冒犯，所以立刻轉身離開。其實大家嘅細路仔都係穿着同樣嘅校服，咁喺比賽遇到，大可以都傾多幾句，分享下學習嘅心得或者過程。但係佢完全鄙視呢啲學習訓練嘅細節，一心只係希望用錢買到下一次嘅獎盃。作為一個成年人，完全唔知道參加朗誦比賽着重嘅係訓練過程，目的係利用比賽挑戰下孩子正確嘅英語發音同埋朗誦表演嘅技巧，訓練佢哋單獨站喺台上面嘅勇氣，同埋亦都可以藉呢個機會睇下其他同年紀嘅人嘅水平。好慶幸我自己孩子咧喺8歲嘅時候呢，就已經有機會喺呢位憤怒嘅家長身上學習到呢個重要一課嘅反面教材啦。喺兒童眼中啊，最珍貴嘅其實都並非係物質上面嘅東西，除非佢哋係生於一個物質好貧乏嘅社會啦。所以往往能夠對兒童造成深遠嘅影響呢，並非係物質上面嘅滿足感。問題係父母點樣可以利用非物質嘅滿足感嚟到作為輔助兒童揾到學習嘅內在動力。最重要嘅就係切勿依賴外在嘅動機，扼殺咗原本就根本埋藏喺心裏邊足以終身受用嘅內在學習動機。
個 intrinsic motivation。呢啲係包括好奇啦、健康嘅自我形象、自信心、冒險精神、自然嘅求知欲、渴望進步同埋挑戰嘅勇氣。有啲父母或者老師成日掛喺口邊，理直氣壯咁話細路仔就係一張白紙，仿佛佢哋就有權利喺畫紙上邊任意塗鴉，以為自己係大導演、劇作家，甚至係上帝。Coach 個人認為最重要嘅係令細路仔覺得係被愛同埋被珍惜，父母樂意全心全意去支持同埋保護佢哋，引導佢哋過一個有意義同埋豐富嘅人生。獎勵被過分利用嘅時候呢，可能會令細路仔誤會咗自己係並定型為勝利者，抑或係失敗者。人嘅價值在於是否擁有內在嘅動力 （intrinsic motivation）， 即係尋找有意義、有成就感嘅意志力。真正愛孩子嘅父母或者係盡責任嘅老師都應該知道自己嘅責任在於幫助孩子揾到自我價值同埋擁有內在嘅動力，培育佢哋尋找有意義、有成就感嘅意志力，而並非期待細路仔依據成人創作劇本擔任一個任佢哋擺佈嘅茄喱啡角色。唔知道今集會唔會勾起你一啲童年嘅故事或者經歷呢？希望你留言分享啊！提提你訂閱 Coach 教育頻道，俾 like，社交媒體分享，多謝支持。